get my money, does that mean that my manifestation is coming? Does that mean I'm about to get my blessings in abundance? I can see that I'm putting pressure on and now they running, that's okay, that's fine with me. No snakes in my grass, my snakes wanna ride with me. Some snakes in my grass, I'ma pray when they bite on me. I already told you I'ma blaze my path. Niggas really with me, could've taken my star. Once close to you, don't see it going far. Do you think about parts? Are you pissed the way you are? Would I hold you in my arms when I could've brought attention? Is it petty if I mention that? Roll a weed with a Benson. Now I'm chief and forget them, trust me, it gets like that. These demons are starting to feel like dragons. This evening I'm starting to build my callus. Where's my Alice? Where's my Wonderland? If I'm under thumb, then I'll crack the hand and I'll pick the locks and I'll time the stamps and I'll fill my boots and I'll kill the clans. Everybody tryna get my money. Mean that my manifestation is coming. See that I'm about to get my blessings in abundance. See that I'm putting pressure on and now they running. Okay, that's fine with me. No snakes in my grass, some snakes wanna ride with me. Some snakes in my grass, I'ma pray when they bite on me. Need more weed and a couple of breaths. Seems my dreams got me hovering stress. Yeah, I keep OT and I push out my chest. Some sets got the ego deep, that's another concept. Repo neat, recover the debt, so leave all I see. Rap on my head, no D's, just feed on these rappers for break. So clean, I sweep and I rap on the check. XP like this, put a clap on your neck. You can feel my grip, couldn't handle my best. Had to will my shit. 嗨，大家好，刚才大家看到的画面呢，是我们这次回洛杉矶，刚好路过洛杉矶的流浪汉街拍的画面啊。是不是挺刺激的？当然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拍得更深入了，因为我开车过去的时候我都害怕。刚好我们最近不也去了趟加拿大嘛，就想给大家录一期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个对比吧。当然一个地方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哈，我们是站在一个非常中立的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事情。毕竟我在美国也生活了15年了，但是我可预见的是我一定会被骂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来吃水果，然后来好好和大家讨论一下。如果有不同意见呢，也可以在留言区咱们进行讨论哈。那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在温哥华的时候已经和Kevin 和 Melody 在他们家录了一期视频，但是由于大疆的这个 mini 麦克风非常之不好用，所以那个视频废了为什么不好用呢？就大家如果说想要买大疆的麦克风的话，它现在出了一个新的Mic 3，然后是 Pro 级别的，好像是吧？我们也不知道它好用不好用，我们也不知道它好不好用，反正一定不要买这个 mini。它那个 Mic 3呢和这个 mini 是一样大小的，但是据说它的收音效果是不错的，这个收音效果非常之不好。我只有2个嘛，然后我们有4个人，因为大家一起说话就不可能别在一个人的身上。那放在中间的话，这声音就会非常非常的小。那就算别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剪视频的时候也发现，就它的声音是偏小的，其实给我们后期剪辑也造成了很多的压力。不要买这个迷你哈。那这个话题是怎么引起来的？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和 Kevin 还有 Melody 就录一期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对比呢？就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的这个车牌，就是我们的房车车牌 registration 这个费用啊，一年是3300多，也就等于是3400。这个价格着实是吓到了 Kevin 和 Melody， 所以我们才想起来说，原来2个地方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不管是制度上啊，还是规定上啊，还是生活的一些环境上啊，是有这么多的一个差别。当然我们讨论的仅限于我住过的加州，还有内华达州，以及 Kevin 和 Melody 他们住的是温哥华，就这2个地区来做对比哈。那先说这个车牌哈，既然刚才说到了这个车牌，美国是有一个 DMV， 然后它是一个公家部门，效率非常慢的一个公家部门，但是它呢是管比如说考驾照啊，还有车相关的一切事情，除了保险。我们的这个 registration fee 就是每年根据这个车的价格，如果你这个车贵它就贵，然后每年它这个车会折价嘛，所以它这个价格会一年比一年少。那我们这个价格是内华达的价格哈，因为我们的房车是新车，然后去年是3600，今年是3400，将近3400。然后我们的皮卡今年是新买的嘛，然后它是1600的 registration fee。车保险是另外找车保险公司去买，就不同的保险公司有不同的价格。但是呢，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温哥华哈 BC 省，他们是专门有这么一个地儿，叫什么来着 ？BC， 他们叫 ICBC。ICBC 啊，对，就是这么一个。我是来复述这个
Kevin 他们说的，就他们专门有这么一个 ICBC 的这么一个算一个公司，它还不叫部门，它是一个公司，它是就是你的所有的车辆的什么，包括车辆的保险都在这一个地方来办，然后驾照、考驾照什么都是在这儿办。对，然后他们的车好像就是100多块钱的一个车牌，还是加币啊？加币啊，100多块钱，就他没有一个 registration fee， 你要来他就给你这个车牌，就是这100块钱。我们的房车为什么这么贵？我们就觉得这个内华达的 DMV 的这个规定是非常的不合理的，就是因为它是根据你的市场价来定这个 registration fee， 而不是根据我们买的这个价格。我们的这个车的市场价是23万美元，但是我们买的时候是13万多美元。我纠正你一下，这个不叫市场价，这个叫市场指导价。啊，市场指导价。市场价是说你在市场上卖多少钱，值多少钱。因为市场指导价是因为这个，你得给人讲价的余地，你得让人觉得心理上买的时候便宜。对，就是这个房车出厂的时候，这是一个假的钱，假的价格。指导价是23万块钱，23万美元。它并不值这个钱。但是你每个经销商在卖的时候，没有人会花23万去买这个车呀。但是它的这个 registration fee 是根据这个指导价，这个23万飘在天上的这个价格来给我算的，这个3600块钱，今年是3400块钱 registration fee， 的确是有点离谱。这个车就先说到这儿哈，就是美国是有 registration fee， 加拿大是没有 registration fee 的。等于我们2个车，我们每年要交很多钱，凯文他们家多付了5000美元，对，5000美元，我5000美元我干啥不行？就原来不知道的时候还觉得没事儿哈，就很正常，因为大家和我付的一样。但是一知道这个事儿，我就很不爽，你知道吧？然后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大块儿，医疗，也让我很不爽，就是那个富贵在那猛点头。加拿大的医疗是免费的，是全免费的，就不管你是有没有工作，你是赚的多赚的少，它都是一年好像就交100来块钱。100来块钱，但是他好像说，他们的处方药啊是要自己买的，对，就是他管你的诊费，比如说你的住院费，医疗费用，对，这个是免费的，对，就相当于是不要钱的，但是你的处方药是要自己花钱的。那你比如说你住院，你住院以后，你可能你出院了，你需要可能1年的时间都要服药，那这个药是怎么办？是自费还是给你免掉？他说是这样，他说是。就是国家会给你一个比例，就是比如你住院、出院，或者你长期服用某种药，因为你不是住院嘛，就你在家长期服用某种药，国家会给你一个比例，就是你会承担可能会一部分，甚至比如说如果你承担不起，你还可以去申请，就说你能不能给我免掉这个，因为我是长期来服用这个药的，就是它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东西。对，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它的这些什么手术啊、什么门诊啊、什么全部都是免费的。牙科呢是好像听 Melody 说是最近即将要开始免费，但是就算不免费的时候也没有很贵。刚才说完加拿大的医疗保险，我们再来说说美国的医疗保险哈，请富贵来说吧。美国的医疗保险呢，它是你每个人必须要买的这个医疗保险。那这个医疗保险呢分几种情况，就是一种情况是你有工作的情况下，那这个是要求公司必须要为你买这个医疗保险的。那这个医疗保险呢，是有的公司可能帮你承担100%，就他可能为了说我把你留住啊，或者说吸引你来我公司，我为你承担100%的医疗保险的费用。还有一种公司就是说我公司给你承担一部分。然后你自己承担一部分，但是也有的公司是不给买保险的哈。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相当于，因为你每个人必须要买这个保险嘛，那假如咱们自己有公司，咱们相当于就是自己买保险。那自己买保险呢，它在这个就是每个人买保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它是根据你的这个就是你的报税的收入来决定你的这个价格，对，就包括公司给你买，其实也是根据你每个人的这个报税，他每个人付的保险费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它是根据你的收入的比例，对，它是根据收入越高，你付的越高，你的家庭年收入的这个比例，对，收入越低，你的这个保险费越低，你甚至就是低收入的话，你可以申请白卡。对。就是你有可能你收入低，你家庭收入没有达到那个线，你根本不需要负担这个保险钱，是由国家来给你负担这个保险钱的。但是这个美国的医疗保险就不算是福利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认为
加拿大的医疗保险是属于福利，因为它平等对每一个人。对，我觉得它不算那个福利。咱们2个人的保险一年现在是差不多8000多块美元，一年2个人8000多块美元。然后我们买的那个级别其实还不是那种就是最高级别的，我们是买的好像是银计划吧还是什么计划，就是不是那种最好的计划的。那这种保险其实我们每次去看病，我们要支付一个挂号费。然后我们每年我们有一个限制的一个自付额，好像是8000美元，也是8000美元，就是每个人有一个自付额限制8000美元。当然这个自付额不是说你就是不停的先要你自己付，它是每次比如你看病花了1000美元，你可能它累积到8000，对你自己可能摊几十美元甚至100多美元。然后如果你真的做了一个大手术，可能你真的花了100万美元的医疗费用，你就要，那你肯定是自付额肯定是超过8000美元了嘛，相当于你一次性就把这个自付额8000给付了，然后剩下的那个100多万美元就是多余那部分都是保险公司来给你付。就是这个保险跟我们前2天谈那个狗的保险，我们唯一比狗的保险的优点就是我们没有上限。对，就是我们狗的是一年有个上限，狗就是它就只给你5000块钱，它不能有上限呀。咱美国的这医疗动不动100来万，动不动做个手术200来万，这哪行啊？对，所以但是其实有的州呢就是你像加州是要求每个人必须得买这个 Obamacare 这个保险的，但是其实有的州，内华达州其实是没有一个强行规定说你一定要买一个就是这个医疗保险，但是你不敢不买啊。你不买了，你真的遇到一个比如说重大疾病，那你就倾家荡产了。对，我那天跟富贵说我们这个保险要不就别买了，就我们俩也年轻力壮的，就也没什么，每年用这个保险的次数就那一次验血体检。没有，你可以把这个保险钱你去买飞机票去台湾体检，你去台湾治疗。但是富贵又觉得说就怕有突发状况哈，就是的确也是没办法。但是这么算下来，我原来付也就付了，现在我知道了加拿大人家是免费的，整个医疗保险免费，一年就付100块钱，我这一年又比 Kevin Melody 多花出了8-9千。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叫一个医疗福利，它不算国家给的福利，是不是？加拿大是算给的福利。你体检那个验血要自己花一小部分钱，是不是？对啊，花75吧还是多少？对，然后我们就每年冬天打个感冒疫苗。就咱俩唯一的花销就是这点花销，但那感冒疫苗好像你有没有保险它都免费吧？我也不知道，不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不是，你得有保险它才给你免费的，你得有人给你承担这个钱呀。你不能你同样不是说 CVS 给你免费打这个疫苗啊，是有人给你承担这个钱，还是跟保险。那对于想要移民啊，或者是就是想要了解这2个国家的朋友，肯定还非常关心房价哈。但是这个我们是没办法做一个对比，因为这个东西房价你好的区和不好的区，你的这个房子大小价格差别还是挺大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居住环境的一个感觉。这个居住环境呢，就是不包括这个气候哈，因为像美国。这么大，有我们 Vegas 这么热的地方，也有阿拉斯加那么冷的地方，这是完全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是像我们这次回洛杉矶，我就感觉到焦躁、不安，尤其在开车的时候，就我那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我一开在洛杉矶的公路上，那个高速公路上，我就回想起了我的那些就是很不好的堵车。着急，就是那种很狂躁、心里很难受的那个回忆啊，就是不用回忆，现在也狂躁。我们那天我开车，我就觉得我有点狂躁，就是对，你知道咱们就区，当时我记得咱们导航是导了一个六个迈吧，就是从人伟家到那个特斯拉，就可能就是5-6个迈的事儿，然后开了40分钟。对，导航直接给你显示就是45分钟。45分钟。然后我们再回去的时候，好像也是10几个迈。导航给你显示是1个半小时，你现在在洛杉矶开车就都是一样的，就是很焦躁。这是洛杉矶的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个问题哈。你看咱们前些日子去温哥华，你在温哥华，你在那个地方住着，你会感觉很惬意。就比如说你周末呀，咱们周末骑自行车去那个山地公园，对，然后你就感觉大家生活好像都很幸福感很强。虽然这美国的这个户外也是很发达哈，大家也是很喜欢户外活动。洛杉矶的这个生活节奏的确是比温哥华要快，
然后呢比温哥华要燥。这是事实。对，而且这个其实咱们就回到房价这个问题上来了。就是房价，其实洛杉矶有好的地方啊。你说你在Santa Monica，是不是那个环境也好啊？海边，你在 Newport Beach 这个环境也非常好。Santa Monica 什么 San Marino 也挺好的。Newport Beach 好啊。Newport Beach 也好。对，但是那个地方的房子可能你要差不多1000万美元打底儿，现在啊，500-600吧。500-600都是那种就。普通的，很普通的房子，你看不到海的。你要看海啊！你要看海都得1000万、2000万以上。但是你在温哥华啊，几面环海啊。对，其实你在温哥华，你说你在那个他们所谓的叫西温或者温西这2个比较好的区域，你那个是真的是3面环海嘛。但是你在那个地方，你可能买一个房子是可能要2000万以上的加币啊，或者1000万以上加币。但是你说你买一个高的公寓，你像以前咱们去那个瑞娜他们家，他那个房子他也能看到海啊。然后他那个房子就没多贵啊。对，他房子也没多贵。你几十万加币你也可以买到。对。那其实你在温哥华，其实你在每一个地方住着，好像没有感觉温哥华有那种特别差的区域。就是你在哪个？但是人家也是有流浪汉街的啊。对，咱没去，没机会去。Kevin 只想让我们看到温哥华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不带我们去，真的是。这个温哥华整体给我们的感觉就真的是很舒服啊。洛杉矶呢，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原来觉得也不错，除了交通方面，当然我们当时搬离洛杉矶也是因为这个交通就真的是太烦躁了，一天就只能办2件事，然后还在那堵车。所以就导致我们当时搬来 Vegas 以后就觉得哇，开车太轻松了，去哪儿都就是20分钟，就是你既可以从 street food 也可以去那种就是高档餐厅，就也就20分钟。好像很多人总是问咱们说，为什么你们从洛杉矶搬到一个大家都想去的地儿，搬到了一个极度这个热的地儿。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搬过来，首先第一就是我们选择了一个离洛杉矶比较近的地方，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很多事情要回洛杉矶去。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在洛杉矶。对，还会有些事情还要回洛杉矶来处理来办。其实 Vegas 跟洛杉矶唯一的 Vegas 的缺陷就是因为它气候干燥，沙漠地区，对，又热，它气温高。Vegas 其实你想去闹市的地方，你就去 Vegas 鸟大道。对，你很安静的地方，你可以去山里边。对，你安静地方，我开车半个小时，我可以去山里边。我甚至可以冬天我有滑雪场。对，虽然滑雪场没有像加拿大那么就是自然天然降雪那么多，人工降雪成分会多一些。但是它毕竟有滑雪场，而且我们有湖。然后我们想吃饭，就像以前你在洛杉矶，可能你就算你在比弗利开车，你要开8-9个迈，你也要开30分钟到40分钟，对不对？你就算人伟去比弗利吃个饭，相信他也得开40分钟的车去吃个饭。对。但是你说你在 Vegas， 你想吃什么好吃的？全部都有，而且都是就20分钟、15分钟就能开到。我刚搬来 Vegas 的时候就觉得，我天哪，我一天怎么能干这么多事儿？我相信在 Vegas 的餐厅，你洛杉矶的所有餐厅加起来，都不如 Vegas 的餐厅。对，因为 Vegas 毕竟是一个旅游城市，就是以旅游业为主的，它的这个不管是酒店里的餐厅，在大道上或者是在华人区的餐厅，就是任何一个区的餐厅，它其实水准还是挺高的。对，而且我觉得 Vegas 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划分很清楚，并不是我们生活区里边全是赌场，不是那样的。对，我们现在就特别后悔，我们怎么没早搬过来，就没趁房价涨起来之前搬过来。我们之前原来在洛杉矶生活的时候，就经常来 Vegas 玩嘛。当时我这人就是没有什么投资头脑哈，他当时就跟我说我们要不在 Vegas 搞一个就是房子哈，就是咱们可以来，就不用住酒店了，也挺好。我说谁在 Vegas 买房？真是我这真是眼光短浅，那时候的房子多便宜啊！然后疫情一下就翻倍了。对，其实说到这个钱的问题，就是咱们其实我觉得美国跟加拿大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就是这个疫情以后通货膨胀。你记得以前都说加拿大人一到这个周末就开车来西雅图买东西、购物、加油。然后当天再回到温哥华，我觉得现在好像反过来了。我觉得西雅图的人是不是应该开车去温哥华去买东西啊？因为我们19年的时候就去过一次加拿大，我们当时也特别喜欢温哥华，因为是瑞娜嘛，就我那个好朋友，
他现在搬去迪拜了，他在那里，然后我就去找他玩。当时咱们就特别喜欢温哥华，然后但是当时我们觉得温哥华的那个物价其实是和洛杉矶持平，甚至是要贵一些的。就当时的那个感觉哈，没有我们没有细算过，但是感觉就是那个价位是高一些的。但是呢，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我们就明显感觉到美国的这个价格和加拿大的价格是差别非常大的，就高出来很多。我们这次在加拿大吃了几次饭，我都觉得明显的便宜。加拿大自己纵向比的话，肯定是也是贵了的，但是呢，就是和美国比起来，它的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很多，而且人家没有强制小费。这个事情是真的，而且人家那个小费还是从10%、15%，这都就你给多少都行，不像美国都25%、28%、30%。而且你说咱们前两天吃那个铁锅炖大鹅，你吃个铁锅炖大鹅，吃了200多，快$300了，将近260、280，反正就200多。我觉得咱们在 Vegas 吃一个很好的，在酒店吃一顿饭，也就差不多200-300块钱啊。对，我那天和我姐妹去吃那个雪蟹，我们两个人点了好多，也才200来块钱。对呀。这个物价的方面就不止我们认为哈，就我们前几天不是去找了趟任伟嘛，然后我就和任伟还有她老公就聊了聊天儿，就是我就是说现在这个物价怎么这么夸张？她老公也说是啊，他说我记得几年以前就是我们两个出去，就你吃个很奢侈的一顿饭，吃的很好的一顿饭，600-700、700-800，这已经算是luxury，就已经很好了哈。现在你不上千，你都不好意思那叫一顿就是高级餐那种。我和任伟啊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搬离美国。你知道我们俩一直其实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支持。你支持吗？她老公之前也说，因为美国有重税嘛，然后现在物价又高，什么的就是账单都是天价的账单。这次我去，他还问我说：“你们打算往亚洲搬了？”我说：“快了，快了。”就我那天好奇啊，我说我看看这个咱们的万豪卡，在美国的酒店价格怎么样？然后我就夸我输那个 Vegas 酒店。你记得以前我们来 Vegas 玩的时候，咱们不算那个，比如说他给你的什么房间减钱这个不算啊，就说你正常来玩，你订房间。我记得以前好像永利差不多就是$200-300，像 MGM 差不多也就是$200-300，这个水平。你知道现在你用那个万豪那个卡 MGM 酒店。那个酒店，你说过了这么多年，它应该是越来越旧了吧？但是你知道现在它的房价打底都是$500，就是普通房啊，打底就是$500，$500还是有这个万豪亲情卡的这个价格。你的酒店价格已经翻了这么多了，然后你看咱们的营地，营地这个我这可以好好说一说，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对比。这次我们也是就是深切感受到啊，我们这次住在班夫的国家公园里边的营地，一晚上只要40多加币哦，换成美元30来块钱。对，乘1.7嘛，30来块钱。30来块钱住在国家公园里边，那么棒的营地，而且是有水有电有下水的 full hookup 的。对，当然了，这个营地位置你是需要有技巧去抢的哈，但是就说这个价格在国家公园里边怎么可能会是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不说美国的国家公园营地了，那都贵的没边儿了，而且条件也不好。就美国的这个国家公园里边都是，要不然就没下水，要不然就是没有电哈。就是说美国的过路的营地，我记得原来咱们就是那种 KOA Journey 都是40来块钱美元哈，当然也是比人家贵。它基本上就是45，对，就是$50，然后打10%，45块钱。对，因为我们有那个 membership。然后现在过路营地都要80多，对，就是翻倍了。对，你就更不用说那种 resort 那种营地了。刚才还聊了一下那个居住环境哈，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们这次从洛杉矶是逃回来的，就我们住的那个营地啊，多亏了咱家富贵儿早上起来5点来钟上了个厕所，然后上着厕所他就看地上这爬的是啥呀，睡得迷迷瞪瞪的。然后他说：“老板，快点起来，咱们房车里进蚂蚁了。”哎呀，我说你进蚂蚁，你把它摁死就行了，你就摁死这蚂蚁，你怕啥呀？他说不是，他说满房车的蚂蚁。我一下腾就起来了，你知道，我们俩就5点来钟，我们5点来钟就在地上在那找蚂蚁，已经有的都爬到那个墙上，就是屋顶了。
是排着队爬的，因为家里进蚂蚁一定是有一个，比如说食物，比如说糖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零食啊，或者是就狗的掉的什么东西啊，引来的蚂蚁，我们全屋就在那儿找这个来源是在哪儿，就找不着。然后这些蚂蚁呢，它虽然排着队爬，但是它不是去同一个地方，就是进了蚂蚁，莫名其妙进了蚂蚁。然后我就说富贵，你赶紧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富贵跟我说，下边更恐怖，就我们不是有4个 jack 嘛，4个那个就是掌握平衡的那 jack， 他说每一个 jack 都有3队的蚂蚁往上爬，就是12队啊。就这是12队，就是从四面八方，四面八方就是而且蚂蚁是整整齐齐的排着队。我们还好带了一个那个杀蚂蚁的那个药，那个喷的那个药特别管用。你知道咱们那天如果要再晚起3个小时，我们这个房车就整个沦陷了。我跟你讲，你脚都没有地方下，你知道吗？那个感觉。他要爬到床上，那就更爽了。对，我们在房车里喷完了以后，我们那个煤气的那个叫什么报警了，给报警了，就说这药得多有用。对，但它其实并不刺鼻，它是有一股香味在的，但是它是真好用。所以那天我们就是连滚带爬的走了，连滚带爬的跑，6点多钟就赶紧把房车一清干净，一收就跑了。然后关键是呢，前一天晚上我们就这个营地，其实我们做的这个营地是我们之前经常住的一个营地，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营地。但是就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一闹蚂蚁灾，第二就莫名其妙飞进来了很多苍蝇。因为富贵就是对于苍蝇是有一种执念，就你只要在这儿飞的，我必须得干掉它。就他那一晚上就光在那儿干那个苍蝇去了，而且干完一个又来一个，干完一个又就他一晚上能打死10几只吧。就我们那小房车，对，你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就进来，就是开门关门，他也怎么能进那么多呢？对，然后他在外边抽个雪茄，咬一身包。就是蚊子咬的包，所以我就在想说，洛杉矶是你记得以前怎么回事？以前咱们住洛杉矶的时候，我特自豪的跟别人说，我们没有蚊子，洛杉矶没有蚊子，我们晚上在外面抽雪茄没有蚊子。对，然后你知道那天我后来回家以后啊，你知道我特别后悔一件事，就是咱们房车上有那个2坎沉香，在那个房车上那天我看见了。我怎么就没想到抽雪茄的时候我点一个2坎沉香呢？你买那个不就是为了露营的时候用吗？对啊，我为什么不点一个呢？结果那天咬了一身包。但我们 Vegas 现在没有蚊子，蚊子那小身子骨就热死了。但是温哥华没有蚊子，没有苍蝇。你看人那个凯文他们家这个窗户是打开的，没有纱窗，没有纱窗，这都是我就是永远都不可能想象的这个事儿。温哥华气候比较凉爽嘛，他们是没有空调的，就很多的房子它都是没有空调的。但是人家夏天的时候凉爽全靠开窗，而且他们开窗是整个大开窗，整个大开窗，没有蚊子，没有苍蝇。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有人留言吧，还是什么，就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以前没有，到后来现在，比如说苍蝇成灾、蚊子成灾、蚂蚁成灾，是因为这个生态环境破坏了，突然间爆发的话，对，就是有可能是这个生态环境是有一定的变化，因为动物之间是有食物链的。第二个就是人工管理的问题，那人工管理是因为它可能没有打药。对，有可能就是这个营地就没有做到位。对，当时和 Kevin Melody 聊天的时候，他们看我这不对于什么医疗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福利心里很不平衡嘛，所以他们为了安慰我，然后说，哎呀，你们美国赚得多呀，工资高啊。是，的确是美国的就业机会啊、创业环境啊等等等等，的确是比较好一些啊。它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你赚50万美元一年，跟赚10万美元一年，你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是，你一年如果你挣50万美元，你肯定你对你的整个的生活标准就高，对，要求也要高，是不是？那你花的肯定也多，对你的吃的东西啊，对你住的房啊，对你所有的这些要求都会高，相对都会高。所以它这个比例其实是一样的。我跟你讲，你细琢磨这个挣钱跟花钱的比例，其实是大家都差不多的。对对，是不是？对，就是你说你真的一年你挣几千万美元，你挣上亿美元，它的开销还大呢。对，其实大家所有人，所以有些人就问，有钱人没有烦恼吗？马斯克没有烦恼吗？谁没有烦恼吗？我觉得有钱人也有烦恼，因为他花的也多，他那个盘子铺的也大，所以我们不要焦虑啊，有钱人也是有烦恼的。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因为美国比如说挣钱机会多或者什么创业机会多，其实还说回来，你说创业机会多，有几个马斯克呀？是不是？全世界也就这么一个马斯克，是不是？你说美国有很多创业机会，可是真的有几个人能在美国说真的做成一个大企业了？那还有一个话题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移民政策、签证这些方面，我觉得差别也是挺大的。我觉得在移民签证方面，就是因为上次凯文跟 Melody 说，可能就是加拿大给予人的政策会更多一些。对，他会就比如说他有上次我记得他说好像是，是不是你的孩子，你可以陪读，办陪读签证，有陪读签证，美国是没有陪读这个说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孩子在加拿大工作，你的父母可以办一个好像是5年的什么那种就是永久的。就是你想住多久住多久的这么一个，它是比较人性化的，它是会不能说松吧，只能说就是它的选项更多一些。选项更多一些，美国就是很单一，但是美国你说你的父母如果说来就只能来半年，就因为你肯定你是拿旅游签证来的嘛，就最多半年嘛，是吧？半年还是3个月？半年。对，咱们有一个朋友不就是他父母来2次，好像待满半年吧？啊，对。然后再签就拒签了3次了，已经比较难签了，对。对，但我觉得其实从移民的角度来讲，其实不管美国不管加拿大，它的移民的松紧程度其实都是一样的，就现在都不容易。就那个谁，就是他们现在拿陪读签证，然后现在在温哥华都住了差不多4年了吧？对。然后现在那个枫叶卡还没下来，就排队等着呢。但是你至少你能陪读啊。啊，对，就是先让你陪读嘛。对。但我觉得就是其实移民这个事儿，我是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都不容易，都不是那种不是你想象的，就是那么简单，说我想移民就移民了。而且我觉得其实加拿大的人性化，它不是属于移民政策，它是给予你的便利条件，就是签证的便利条件，它并不是说对你的移民有影响，对那么便利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美国、加拿大其实差不多，就移民都是不太容易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持枪方面，就是加拿大那个凯文说，他现在加拿大只可以拥有猎枪，而且对长枪，而且仅限于你的打猎用的，就你不能用这个短枪、手枪，就是攻击性的武器，对人攻击性的武器。家里进坏人了，你也不能用。不，他不能有这个枪，不能有。对，你可以用棍子，你可以用刀，但是不能用枪。对，俺们就是能用枪。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枪支这个事情就是还有一个安全感的问题。你像凯文，我觉得你看他们经常来美国，他们这次被我们给说毛了，因为我们这次去加拿大是不能带枪的嘛，我们平时在美国房车旅行都是带着枪的，所以我们这次有点毛。因为没有带枪，就是你不带也就不带了，你要是带过了，你身上没有这把枪的，你就会觉得心里发毛。然后呢，我们这话说出来以后，凯文就说：“哎呀，我们去美国玩了这么多次，原来大家都是带着枪的，就只有我们是不带枪的，就把他们给说毛了。”你像他们其实没有这个心理，就是这种危险意识，他们觉得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况，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拥枪这个事儿吧，其实很多人都说枪支多你就会不安全乱，但是我是其实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我觉得不见得说你都拥有枪了，你这个社会就乱，其实不是这个道理的。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一个内核来看，你要是在一些国家，对，咱不说哪些国家比较乱的国家，你要人有枪的话，那绝对乱套。因为大家老说美国，比如说什么枪击案多，说什么这儿枪击案了，因为美国这么大一个地方，你的枪击案是个例，是你都爆出来了。对，你是爆出来的，说枪击案多。但是前几天刚开学的时候，你知道有个枪手在学校里，是那就神经病，那就是神经病。对，但我是觉得这个还是个例，它跟你拥有枪是没有关系的。对，那个对。是不是？对，就像你，比如说你没有枪的国家，那他每天可能有用刀杀人的，但是枪击案这个事儿是因为比较敏感，所以都被爆出来了，所以现在就造成了很多人认为说美国为什么乱，是因为有枪，
但是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对，我觉得有枪和乱不是划等号的。就是大家有枪的时候，大家都会遵守这个枪支管理规定的。而且大家反而有枪的时候，都会变得很客气、很礼貌。是不是有觉得在美国你有感觉，就人与人之间，我不会轻易的冒犯你。对，你这还是要根据就每个地方的国情啊。对，每个国家一定有它的好的地方，一定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对，我觉得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要选择去移民一个地方的时候，你首先要考虑这个地方适不适合你。你并不是说泛泛的指这个地方说到底它的好与坏。对，来决定。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原来我就在想说，我为什么要从英国来美国？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当时来美国就觉得我要来看看，我要来上学，它不一定适合我。对，你并不是不要评判一个地方的好与坏来决定说你要不要去。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决定去一个地方，你首先看这个地方适不适合你。很多人可能都认为说，我去美国留学，留学完了我就在美国工作，然后我在美国以后就成为一个什么大企业的什么很高层的管理人员。有很多有精英人士，的确是。对，但是呢，我别的行业咱们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在美国学电影的这些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咱们知道的，咱们不知道的我们也不去评价。但你比如说很多人到美国来，就因为美国电影发达嘛，尤其在洛杉矶那一块上学的，对，我们就认识一个很资深的很多中国电影人来美国就是上学学导演，毕业以后真正留在美国留在好莱坞，我就想请问有多少人在美国学完电影以后可以进6大公司？而且你进了6大公司以后，你担任了什么位置？然后这些人可能觉得说，我在美国镀了金了，我再回中国去从事这个行业，我告诉你，他也是不 OK 的，因为你所有受的教育都是美国的教育，你美国这套教育拿到中国以后，他吃不开，很多都是对，你混不过从电影学院毕业的，从中戏毕业的。我跟你讲，我认识很多人，就是从美国回来说，我做摄影。开始他会批的一个，就是因为我在美国是学摄影的，而且我在美国有工作简历，我跟过什么剧组，我当过比如摄影师助理。回中国以后，他所拍的东西跟导演所想要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那天还看了一个什么，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到留学这个事儿，留学值不值得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毕业多少年，十几年了吧，就是研究生毕业10几年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算是吃留学红利最后的一代了。就是现在再来觉得想要就是说出国留学镀个金的，你除非真的是就是学术精英，就这种，你其实完全可以把出国上学的这个钱作为一个你比如说创业或者干嘛的一个启用资金。因为我前几天看了一个男生吧，就很多都是就是留学回去找工作找不到工作，父母啊想要把孩子送出来留学，尤其是上那种私立学校或者是就那种就花费比较贵的专业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考量一下，就这个的到底值不值得。还像以前的那个思想，就说我要出国上个4年学镀个金回去比较好找工作，那个年代已经没有了，已经不在了，已经过去了。再说一下我们4个人聊天的这个结论哈，得出的结论就是还是美国适合有美国梦，然后有干劲儿、有闯劲儿，想要实现自我价值的朋友可以来。然后加拿大呢就比较适合养老，想要享受生活、退休 relax 的人。对，因为你看 Raina 不是原来就是在温哥华嘛，她为啥搬走了呢？她就是觉得温哥华太无聊了，已经没有他的就是挑战了，人生挑战已经尝试过了，所以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要实现自我价值的，所以他就搬去了迪拜。就是身边很多就是这些例子，就是也是我们总结出的一个结果吧。好吧，今天就到这儿，拜拜。